公元1661年，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，然而这个仗实在是太难打了。咱们呢，先看一下这个地图。假设这个郑成功从大陆过来的时候，直攻台湾城。台湾城出于军事目的修建呢，城墙它很坚固啊，城楼还有炮台，附近的港口有军舰支援，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陷于胶着战，不分胜负。而此时赤坎城会源源不断的给台湾城提供物资，时间一长，远道而来的郑成功只能是无功而返。所以啊，郑成功想要拿下台湾城，最好先拿下防守薄弱的赤坎城，切断台湾城的物资来源。如此一来啊，台湾城就会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，投降呢就是迟早的事儿了。但是想要拿下这个赤坎城，就需要进入台江内海，而进入台江内海的通道有两个，一个是位于大园岛和北线围岛之间的大园水道，另一个是位于北线围岛北端的鹿耳门水道。其中啊，大园水道深是主要通道，鹿耳门水道浅，只能走一些小船。荷兰人呢修建台湾城，正是为了扼守这个大园水道。除了台湾城啊，水道两岸还修建了炮台。荷兰人呢，原本于1627年在北线围岛的北端也修建了这个堡垒，后来发现那也没什么用啊。1656年呢，堡垒坍塌之后就废弃了，也不再派人把守了。通常来说啊，武装帆船的船体啊，它比较大，吃水深，所以走大园水道成了唯一的选择。从经济上考虑啊，精明的荷兰人觉得那也没必要再花钱守卫鹿耳门水道了。但是河滨呢，却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漏洞。每逢初一和16啊，海水涨潮，这个鹿耳门水道啊可以通行大船。荷兰人把防守的重心呢，你说都放在这个台湾城了，而鹿耳门呢没有派兵防守。如果趁涨潮的时候，完全可以从这里进入台江内海。再说郑军方面，3月底啊，郑成功被暴风雨困在了澎湖，是心急如焚呐，因为他想赶在4月初1这天到达鹿耳门，趁涨潮的时候从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。如果错过了，那又要等半个月了。为了不贻误战节，郑成功当机立断，冒雨强行渡海。3月30日，郑军是冒着暴风雨，同风浪搏斗了半夜，终于在4月初1拂晓到达鹿耳门水道外海。郑成功啊，他先换上小船，亲自登上北线围岛查看地形，同时派出精兵潜水进入台江内海侦察。中午啊，鹿耳门果然是潮水大涨，郑军大船立即开入鹿耳门水道，兵分两路，一路进入台江内海，一路登陆北线围岛。进入台江的舰队是主力，抢占北线围岛，既是为了控制鹿耳门水道，也是为了保障主力后方的安全。那荷兰方面呢，他们呢对郑军的到来并非是一无所知，他们以为啊，郑成功必然会从大园水道进入，所以啊，将火力是全部集中在这个大园水道的两岸。没想到郑成功是出其不意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进入这个台江内海之后啊，郑军舰队又是兵分两路，一路往南切断台湾城和赤坎城的联系，一路往东在禾寮港抢滩登陆。此时附近的汉人和原住民听说国姓爷来收拾荷兰人了，争先恐后的出来迎接，帮助郑军登陆。据荷兰方面记载，大约是有25000名壮劳力参与了这次协助。在禾寮港登陆后啊，这个郑军是立即南下，目标是包围赤坎城。妥了，荷兰人的2大据点终于被郑成功给分割包围了。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全力夺取赤坎城，打下他的后勤基地。